每个中国人的内在都住着一个庄子，有的人认为庄子是浪漫的文学家，有的人认为庄子是深奥的哲学家，而在修行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完整的实修指南。他以隐喻的方式由浅入深地表达了得道之人的状态、修行的方式以及修行内的次第区别。所以我们沿间不二堂决定开启一个长篇的庄子系列，与大家一起分享庄子的世界。阿言，在你看来，哲学的讲庄子与从实修的角度讲庄子会有什么不同吗？对，我经常去书店的时候会发现，像庄子啊、道德经啊，还有很多佛经会被归类为东方哲学，但实际上它们不完全是哲学这个分类。哲学是一种西方的分类方式，它讲的是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怎么样去推导一个道理的一个过程。但是东方的圣人，特别是像我们中国和印度的圣人的话，他们其实不是说从哲学上去推导这个东西，而是自己经过实修实践之后得到的体感体悟写出来的东西，所以它跟哲学还是有区别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没有吃过苹果的人，他通过数据分析就是告诉你苹果是什么味道，但是真正的实修者是他吃过苹果，然后他跟你描述出来的这个苹果的味道，它是大不相同的。其实东方文化的话，它会更加注重万物的整体性，以及内外的一体性，更加注重内在的一个体验。对，就是完整的看待这个世界。是的，像中国文化当中的太极，它就是一个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一个状态，它的精神和物质它其实是一个一体的状态。对，像是西方文化的话，它会更倾向于使用分割呀、对立呀，还有拆解的方式去看待万事万物。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像庄子这样的东方经典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西方的那种哲学思维来推断里面什么道理是怎么样对还是错，我们必须要落实到自身，用实践的方式、体悟的方式去感受里面的道理，就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辩经的活动，变成一种头脑的游戏，就让它丧失了它的本意。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有学过《逍遥游》这篇课文，它其实就是庄子的第一篇开篇嘛。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开篇都是非常重要的。像《道德经》，如果你会读第一篇的话，你就知道后面大概是什么意思了，它其实都是为了总结第一篇的内容。好像中国所有的古典的文学或者是古典的经文，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是的，开篇是最重要的一个篇章。对，它就是让人直观的能看到我这整本书其实在表达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后面的都是一种详细的阐述。对，所以说《逍遥游》是庄子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对，它里面浓缩了基本上庄子所有的哲学概念，他所有的思想，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实际上这一篇我们可以聊得非常的多。像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就有描述，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然后它变化成鸟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鹏。它在整个文章当中有花大量的篇幅去描述这个鲲鹏之巨大，以及它飞起来那个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一个状态。在后面庄子又列举了几种生物，像条和学究还有赤焰，用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飞行方式去去对比了大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有些人他会觉得《逍遥游》其实讲的是一个各得其乐的一个故事，就是所有的生物各得其乐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在实修人的眼中，他好像并不是讲的这样的一个重点。是的，《逍遥游》它是分成很多层次在讲东西的。在最开始的这个大鹏的这个部分的故事的话，它其实并不是在讲无分别心。我们很多人提到修行的话就会说我们要无分别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这里在强调的是一种分别的能力，而且是对内在分别的能力。是的，就是我们内在它为什么是一种隐喻呢？其实不是现实中出现的这个鲲鹏，代表的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志向。我们每个人不管外表看起来如何，心中可能有些人就是大鹏，有些人就是学究，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外在的条件很好，但他的内在可能他就是一个学究。是的，
那有些人他可能情况很差，境遇很差，生活各个方面都不好，但是他内在住着鲲鹏，对，他有着更高的志向。像网络上有一句话很有名啊，就是当时马云说的一句话，说我对钱没有兴趣，对，我对钱不感兴趣。然后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热议，就是有很多的人就会去嘲笑马云，以及就是去讽刺他说，他对钱，他首富，他对钱不感兴趣，这可能吗？你装什么清高啊，在这里讲这些，就是你真的没钱你就知道了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在社会中确实是有很多人，他并不是真的是对名利情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有时候当然大部分人是迫于生活无奈嘛，但有些人他是有着超越这些东西的一个志向。还有比如说像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这个理念，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他是从内在来讲他是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先烈们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有钱，他们很多人也很穷苦，而且有些人他是原本很有钱，他做了共产主义事业反而他会穷下来。其实为什么他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因为想要名利情，很多人甚至都无名无姓，其实是因为他们从道理上能够看到这样的远景，他们是怎样的一步一步能够怎样去达到。当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志向之后，我们顺着这样的河流去做事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一个鲲鹏。其实在逍遥游当中，他并没有在讲述外在的分别，对，外在你哪怕你赚到了再多钱，或者是你再取得更多的世俗成就，不见得你是一只鲲鹏。对，在人类修炼手册中，其实有一章叫做生命的层次嘛，就是在讲每个人的内在生命它是有不同的层次之分的。里面就有关于工作，比如说最基础的层次是我们是要穿衣吃饱啊，这种感觉，这种基本的生活的需求。然后有更高一点层次的人呢，他是想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价值，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被绽放出来。再高一点的一个境界的人呢，他可能想实现的是一种社会价值啊，比如说那个张桂梅老师，他想为全天下这贫苦的女童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不是个人的价值了，他是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然后再高一层呢，可能是一个普世性的价值，就是不只是现在的这个社会需要，而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需要，全人类。比如说像佛陀他描述人生八苦，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个八苦，他想彻底的解决掉人的生死之苦，其实就是想普世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经典经文都是有这样的目的存在的。其实包括修行当中也有不同的层次。是的，就是比如说像佛家，像阿罗汉有分成4果、初果、2果这些啊，然后还有像菩萨的话，它会分成10地。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无分别的话，为什么要去分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要以这些东西为参考和指标，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看清自己目前究竟在哪里。我们其实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自我认知，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自我认知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修行的。是的，如果你上来就无分别了，你觉得你跟圣人都一样，那也不用学，就是也不用修，你可能就会停留在那里。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就是这些伟人圣人，我们跟大鹏的差别究竟是什么，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超越自己的小我。像逍遥游接下来就提到说，当你想要负载一个大船的时候，你是需要积累很多的水；当你的鲲鹏想要飞行的时候，你的下面需要聚集很多的风。积累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一段就是在讲易经里面的道理。易经的乾卦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它第一爻就是在讲说潜龙勿用，就是说一个龙你要真的成长起来的话，你在早期的时候你是不应该乱动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啊，成名要趁早什么之类的，实际上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消耗掉自己的所有的能量，在整个的道家思想里面都是不推荐这件事情的。如果你想当一个条或者是一个学究的话，可能就像他们说的，说我如果要飞到郊野去的话，只需要带3吨的粮食就可以了，回来的时候肚子都还饱饱的。但是如果要飞到100里远的地方去的话，就需要带很多的食物，飞到1000里远的话就需要带更多的食物，这样就需要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准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志向不同，然后当你的志向越高的时候，你是需要非常深度的累积的，不管是你的思想层面、你的肉体层面各方面的一个准备。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量和没有足够的思维深度的话，在外面很快就会被打散。
主心骨就没了。而包括像修行上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也不推荐很多人一开始修行就开始出去行菩萨道啊，传道，对，做好事啊，传道啊什么的，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能量是非常的小的，你自己也是不坚定的，而且你很多时候里面很多次第关系也是不清楚的，在肉体上也是，你可能会很容易沾染上别人的很多业力因果和病气啊之类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刚开始的一个小树苗的一个纯洁的状态，让它长成一棵树了之后才能够庇荫其他的人。这是我们经常无相社会给人打的一个比喻，就是当你是一棵小树苗的时候，你要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个树苗长大，对，不要再想着说去庇荫别人，因为一人过来踩你一脚，你这个小树苗很有可能就死掉了。是的。但是当你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别人过来踢你一脚踹你一脚，你都纹丝不动，这个时候你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像诸葛亮就是非常典型的，他自己就自称自己是卧龙先生。是的，其实就是因为他足不出户非常非常多年，虽然他尽知天下事，但是他就一直等待，一直等待，一直在蓄积自己的能量，直到遇到可以让他飞翔的人，让他飞翔的这个风，他才开始进行飞翔。是的，这是非常典型的潜龙勿用的正确的用法。更多修行文化内容，请关注无相社哦。